2006年6月12日，浙江卫视的灯光在夜晚22点准时亮起。舞台上，一个女孩站在话筒前，深吸一口气。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她，不是因为她今晚演了什么角色，而是因为她开口唱歌了。她叫谭松韵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那一刻，她正在做一件很多顶流演员不敢做的事，走出舒适区，用声音去接受全中国观众的审判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。谭松韵是谁？如果你问一个追剧20年的观众，他们可能会先想到《甄嬛传》里那个娃娃脸的纯贵人，然后是《最好的我们》里青春的刺眼的耿耿，再是《锦衣之下》里的袁今夏，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。这些角色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住在观众心里，出不去了。谭松韵1990年出生在四川泸州叙永县一个不算出名的小地方。她从小就喜欢跳舞、看书，有一种安静里藏着故事的气质。2007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，正式踏入这个行业。从2005年第一部戏到今天，她在这个圈子里走了整整20年。20年，说出来很轻，但你想想，这个行业每年有多少新面孔涌进来，又有多少人悄悄消失。谭松韵不一样，她每一次沉寂都会带着一部新剧回来，然后再次让人记住她。2025年底，逍遥播出，2026年3月，我的山与海紧接上线，她的节奏从未真正慢下来。但有一件事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谭松韵其实一直在唱歌，不是偶尔应景的那种唱，而是真的喜欢。他会抱着尤克里里即兴弹唱，会在《向往的生活》录制时轻声唱起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，被旁边的人说语 quote， 连空气都变温柔了语 quote。 他有原创单曲，2020年生日当天发布，我在，词、曲、唱全部是他自己完成的。3年后，他又独立包揽词曲唱，推出了《安》。那首歌的开头只有淡淡的钢琴，然后是他的声音，清澈，带着一点沙哑，像一个人在深夜跟你说悄悄话。所以，当2026年6月，官宣谭松韵将作为嘉宾出现在浙江卫视全新音乐综艺《天堂的客人》时，有人兴奋，有人好奇，但也有人皱起了眉头。那些皱眉头的人心里在想什么？说真的，中国娱乐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演员就是演员，歌手就是歌手。这条线虽然从来没人明着说，但它一直在那里。一旦越线，舆论会第一时间冲上来。你还记得多少个与 quote 演员跨界唱歌翻车与 quote 的案例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流量演员发歌，然后评论区变成修罗场。与 quote 请回去演戏与 quote 与 quote 你的歌真的不行与 quote 与 quote 浪费资源与 quote 类似的评论像潮水一样涌来。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而是观众对与 quote 不专业与 quote 天然的排斥反应。他们花了时间，花了感情，喜欢上一个演员，突然那个演员站上音乐舞台，会不会掉价？会不会让人失望？这种焦虑在谭松韵官宣参加《天堂的客人》之后也出现了。有粉丝说，与 quote 他唱歌真的没问题，我们都听过他的现场。与 quote 有路人说，与 quote 演员上音乐综艺就是蹭热度，没意思。与 quote 也有人说，与 quote 就看他敢不敢全开麦了，全开麦才算数。与 quote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浮出了水面。如果你们最近去搜谭松韵的音乐经历，会发现一个细节，他几乎每一次公开唱歌都是全开麦的。2025年湖南卫视跨年夜，他与徐佳莹合唱《以家人之名》OST， 全程开麦，嗓音清澈稳定。2026年2月，他站上了 CCTV 春晚的舞台，表演节目《力上游》，那是全国最高规格的舞台。那一刻，谭松韵选择的是用真实的声音去面对最严苛的观众。他不修音，他不躲，他就是那样站在那里，唱给你听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份坦诚值得被更多人看见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听到这个故事。现在我们来聊聊《天堂的客人》这档节目本身。浙江卫视将其定位为一档音乐情感综艺，
不是纯粹的竞技赛制，而是让嘉宾在舞台上与 quote 用歌声触碰情感，用旋律与人共鸣与 quote。 节目名字很有意思，天堂的客人。这个名字里有一种漂泊感，有一种过客的温柔，也有一种我来了，我唱了，然后我离开的勇气。这个定位其实和谭松韵本人的气质非常契合。她不是那种会站在舞台上用高音技巧碾压所有人的歌手。她的声音，有人用与 quote 清甜带沙哑与 quote 来形容，有人说她唱歌像在与 quote 讲故事与 quote。 有乐评人写道，与 quote 她不是歌手，却总能用角色的人声把每句歌词焊进听众心里。与 quote 焊进心里，这个说法我觉得太准了。谭松韵唱歌有一种独特的与 quote 去工业化与 quote 质感，就是那种没有被流水线打磨过的真实感。她偶尔会有一点紧张，有时候副歌刚结束会轻轻捂一下话筒，唱完会问旁边的人与 quote 有没有破音与 quote。 这些小动作反而让观众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是真的在唱，不是在表演唱歌。但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声音够不够撑起天堂的客人的舞台？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有人说综艺舞台要的就是真实，谭松韵的气质完全对，也有人说专业差距摆在那里，一旦跟真正的实力歌手同台，对比会很残酷。评论区里有一条留言让我印象深刻，有人说与 quote 我不 care 他音准有没有完美，我只想看他唱歌时眼睛里有没有光。与 quote 这句话说得很深，观众要的从来不只是技术。告诉我你更在意的是什么？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。那么谭松韵自己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接下天堂的客人这个邀请？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过，但我们可以从他过去的采访里找到一些线索。谭松韵曾经说过，他觉得演员和音乐之间的边界其实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清晰。演戏是用身体表达情感，唱歌是用声音表达情感，本质上是同一件事，把内心的某种东西传递出去，让对面的人感受到。他还说，安这首原创歌曲之所以写出来，是因为那段时间他需要给自己一个与 quote 安与 quote 与 quote 安静安稳安然与 quote 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安，而是真正内心深处的那种平静。一个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，你觉得他站上音乐舞台只是为了蹭热度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从2026年2月登上 CCTV 春晚，到3月新剧《我的山与海》上线，再到6月正式加入天堂的客人，谭松韵的2026年是密集而清醒的。他在用每一次公开亮相，一点一点拓宽自己的边界，不是为了变成歌手，而是为了证明一个演员可以有更多种面貌。这很需要勇气，因为你知道互联网有多苛刻，一旦被人抓住一个音不准的片段，截图传播就可能变成与 quote 翻车现场与 quote。 但谭松韵还是来了，全开麦，站在浙江卫视的舞台上，用那把清甜带沙哑的声音去迎接2026年6月12日的那道灯光。这让我想到她20年前一个四川小城里的小姑娘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天，那时候她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但她还是走进去了。有些人天生就不怕迈出那一步。好，到了最后，我想说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谭松韵的这次出现在天堂的客人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演员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具，它可以有音乐，可以有诗，可以有更多种表达的可能。第二件事，我们作为观众，其实有很大的权利，用包容去迎接一个真诚的声音，或者用苛刻把它推开。你选哪一种，决定了你能从这个节目里得到什么。第三件事，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如果你还没看过谭松韵唱歌，去搜一下她唱的《惊吓》或者《安》，不要先看热搜，先听声音，然后你自己来判断这个声音值不值得坐在那个舞台上。我相信答案在那把清甜带沙哑的声线里早就写好了。天堂的客人每周五22点
浙江卫视。